好，今日想講下呢個環節叫做廠商嘅擁有權，私營企業。咁考試咧主要分開啲四種嘅。咁公開試會問三樣嘢啦，有咩特點啦，同埋優點同埋缺點咁咯。好，第一種叫做獨資，獨嘅意思就係話咧，東主即係老闆得一個嘅啫。咁個成立方式好簡單啦，你再做一張商業登記，攞咗之後咧就可以開鋪頭噶啦。咁每年咁樣報稅啦。咁但係咧，就叫無限償債責任，即係話公司所引起所有嘅損失咧，都由東主一力承擔嘅。咁比較常見嘅例子就係嗰啲茶餐廳咯，一個人開咁樣咯。咁當然一個人做老闆財力有限咯，咁你可以揾多幾個，咁就開一間叫合夥公司。咁呢個上限咧就係20個啦，叫合夥人啦做老闆。咁其他咧除咗人數方面咧，其實同獨資冇分別嘅，就係喺商業登記嘅時候咧講清楚東主有幾多個，咁同埋咧都係無限償債責任嘅。公司所引起嘅所有損失咧，都係要由老闆咧承擔翻嘅，冇上限。好啦，第三種就叫私人有限公司。咁首先，老闆嘅數目方面咧會多啲嘅，上限係50人。咁除此之外咧，咁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佢係先成立一間公司，呢間公司咧係叫一個獨立嘅法人，即係法律上咧佢係一個獨立嘅個體，你可以用公司個名嚟開戶口啦、買物業啦，或者係上法庭告人啦，都係用公司個名嘅。咁成立咗公司之後咧，佢集資嘅方法咧就係透過發行一啲股票俾股東去買啦。咁買咗之後咧，你叫做擁有一間公司，你嘅身份就叫股東。咁同埋咧係有限負債嘅，即係話咧你投資嘅損失蝕晒就算噶啦。咁但係咧股東咧只係擁有嘅啫，就唔可以管理嘅。咁點算啊？你可以用一個方式就叫投票啦。好啦，通常每年有一個叫做股東大會啦，咁就會投票嘅，揀一個叫董事嘅人去管理一間公司。咁呢個比較特別啲，就分得好開嘅。咁如果你股數多嘅叫大股東，你可以揀翻自己啦。咁例如好多亞洲嗰啲公司都係咁嘅，有限公司都係股東揀翻自己做董事去管理嘅。咁最後一種叫公眾有限公司啦。咁個分別就係話咧，佢發行嘅股票咧，連一般嘅市民公眾咧都可以擁有同埋購買嘅。咁股東人數係冇上限咯。咁私人有限公司只可以去到50。換句話講，即係話連街外人咧都可以擁有呢間公司啦。咁所以叫公眾有限公司。咁其他方面咧，同私人有限公司冇乜分別啦，都係一個法人地位啦。管理權同擁有權係分開嘅。咁當然啦，大股東都可以投票翻自己去管理啦。咁另外分別就係話，由於出邊公眾都擁有呢啲擁有權嘅，咁所以可能咧都要每年公開啲財政狀況啦。咁同埋呢啲股份咧係可以喺公開市場自由買賣嘅。咁換句話講咧，有個風險啦，真係有可能出邊啲人咧買夠足夠嘅股份咧，然後可以投票咧踢走原本嘅董事，甚至係公司原本嘅創辦人。咁歷史上咧亦都有個咁嘅例子咯。咁另外考試可能有啲定義要背嘅，咩叫有限償債責任，又要講清楚啲啦。即係話咧，老闆東主我哋叫嘅損失咧，僅限於咧喺公司嘅投資。咁即係話，如果公司就算蝕晒咧，咁東主咧亦都唔需要咧用私人嘅財產咧去償還公司嘅債務。咁所以咧就叫有限償債責任。咁其實嘅目的咧係希望吸引更加多嘅股東去投資咯，咁唔需要擔心咧額外嘅損失咯。咁另外問答題最常問就係優點缺點啦。咁我哋通常簡單啲啦，每個優點記3個，缺點記3個啦。好啦，獨資有咩優點啊？即係一個人做老闆，咁自己賺晒所有嘅錢啦，當然經營意欲好高啦。咁一個人話晒事，決策好靈活啦。咁同埋成立成本好低，我哋頭先講咗啦，攞一張商業登記咁就可以開檔噶啦。咁但係缺點更加多啦，咁就係話一個人嘅資金來源有限，要講清楚。
冇咗來源兩個字咧，係會扣分或者零分嘅。咁我哋話唔係缺乏資金。咁舉個例子，可能李嘉誠開獨資都大把資金噶。咁我哋話係個途徑啊，即係來自東主一個人啦，獨資啦嘛，或者最多向銀行借啦。咁就唔可以咧公開集資嘅。咁同埋最大嘅缺點啦，無限償債責任，唔係話公司蝕晒就算噶啦。公司所帶嚟嘅一切債務咧，其實冇分嘅，都要老闆去承擔嘅，分鐘破產嘅會。咁同埋缺乏延續性啦，咁即係話如果東主有咩事死咗啊，咁間公司咧理論上就係結束噶啦，公司同東主係冇分別嘅。好啦，跟住到合夥，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啦，不過老闆嘅人數多啲，上限20人。咁我哋話咧都要講清楚資金來源，同埋要講清楚俾獨資，即係20個人出嘅錢，當然嘅來源多過一個人啦，都要講清楚來源兩個字啦。咁另外點解要多幾個老闆啊？可以分擔一啲成本同埋風險啦。例如一啲診所會24小時營業嘅，咁即係話每個醫生老闆啦，可能淨係返8個鐘咁樣咧，咁剩返嘅租金咧就可以由其他東主去分擔啦。咁第三個優點就係分工啦。咁所以咧某啲行業咧係特別多合夥嘅。就係一啲專業嘅行業，好似醫生都唔會全部嘢都識噶嘛，咁咪唔同嘅合夥人做唔同嘅範疇咯。同埋法律上都係啦，有好多嘅方面啦，例如離婚買賣樓宇啊，咁樣一個律師咧可能都未必熟晒嘅，咁咪可以分工咯。咁所以可能同我聽過一間律師行叫葉謝鄧，咁好明顯咧就係一間合夥啦，第三個老闆嘅至少。好啦，缺點方面其實同獨資差唔多嘅，除咗老闆嘅人數多啲之外，都係無限償債責任啦。咁另外更加多咗嘅缺點咧，就係話咧人數比較多，所以咧其中一個合夥人嘅犯錯咧，其他合夥人都要承擔嘅。同埋老闆人數多啦，可能都要商量討論啦，咁決策會較慢咯。咁最後就係有限公司嘅優點啦，有一個獨立法人嘅地位，公司係獨立咁樣分開嘅。好啦，對股東東主嚟講咧，有限償債責任，就自己私人嘅財產咧唔需要付出咯。好啦，資金來源較廣，特別一啲叫做公眾有限公司可以公開發行股票集資嘅。所以一啲跨國嘅企業咧，通常咧一定係一啲公眾有限公司嚟噶啦，絕對係財雄勢大咯。咁最後係有延續性咯。舉個例子，例如股東死咗唔緊要嘅，佢可以將啲股份傳俾個仔啦。咁另外再投票選一個董事去管理，因為擁有權股東同埋咧公司嘅管理權係分開噶嘛。所以歷史上咧好多超過100年嘅公司咧，其實都係公眾有限公司啦。個股份咧已經轉咗無數次手噶啦。比較出名嘅例子啦，可口可樂公司已經超過100年噶啦，個創辦人當然已經死咗啦。咁啊，股票咧都轉咗唔知幾多次手啦。咁但係公司咧依然屹立不倒嘅。跟住講下缺點啦，由於啲公司有限公司比較大規模啊，咁決策會慢啲啦。特別係同一啲獨資相比，當然咧靈活性差好多啦。好啦，管理意欲較低，因為咧頭先講咗啦，有限公司嘅管理叫董事，咁佢未必係擁有公司嘅股東，咁可能係出邊請翻嚟嘅啫。咁佢可能只係為咗自己嘅利益，例如公司出好多錢俾佢做人工，而損害咗股東嘅利益咯。第三個考試都會講嘅，咁唔需要記得實際嘅數字啦。有限公司嘅稅率係高過獨資同合夥嘅。咁最後2個缺點咧，係針對公眾有限公司。由於公眾有限公司係一啲街外人買咗佢嘅股份，咁所以咧每年都要公開一啲財政嘅狀況，賺幾多錢啊，擁有咩資產啊，咁變咗個私隱性比較低啲啦。咁同埋由於有街外人可以擁有你間公司嘅股份，咁如果有人真係蓄意出邊買晒你嘅股份，其實
理論上你佔咗一半嘅股份嘅話咧，其實你就控制咗間公司噶啦，甚至咧可以開股東大會踢走原本嘅創辦人添。咁歷史上咧亦都有試過咁嘅事件嘅。咁例如美國蘋果公司嘅創辦人喬布斯就曾經咧俾佢自己開嘅蘋果公司咧踢走咗嘅。咁最後可能就係話有限公司方面咧，私人同公眾咧佢會問你一啲分別咯。咁首先係人數上限嘅分別啦，一個係50啦，一個係無限啦。咁股份方面咧，私人有限公司咧係不容許自由買賣啦。咁但係公眾有限公司咧，即係普通嘅街邊市民咧，你都可以買到嘅，佢有個上市編號啦。例如香港001編號嘅就係李嘉誠嗰間長和啦。咁同埋公司點解要上市啊？即係做公眾有限公司啊，就係可以咧公開發行股票，可以籌集更加多嘅資金。如果你係一間世界性嘅企業，要喺全球開分店嘅，例如麥當勞咁樣，咁你只可以選擇呢種咁嘅方式啦。如果唔係咧，靠一個人咧，可能你一世咧都開唔到1、2間分店。咁最後啦，由於有好多街外人揸住公司嘅股份啦，咁需要每年咧公開財政狀況嘅。最後我哋睇睇一啲past paper 啦。咁同學可以睇下先，睇下自己識唔識做。好啦，依題其實嘅意思即係話股票編號917，即係代表佢一間公眾有限公司。私有化嘅意思即係話咧轉做私人有限公司。咁有乜嘢好處呢？咁第一個係啱嘅，公眾有限公司由於街外人揸住你啲股份，所以法例嘅要求咧，你係要公開披露你嘅財政賬目。咁再私有化之後咧，就唔需要啦。咁第二個其實都係啱嘅，因為公眾有限公司嘅股份咧唔可以自由轉讓，咁所以私有化之後咧，咁你可以更加控制翻啲公司。所以上市公司、公眾有限公司嘅好處就係可以公開發行股票集資啦，但係個唔好處就係話咧，街外人揸住你啲股份擁有權咧，有可能咧將你踢走嘅。第三個其實比較難少少啦，咁喺香港嘅法例咧，乜嘢嘅擁有權先可以有較低嘅利得稅率啦？其實頭先講過嘅就係獨資同合夥，你交嘅利得稅率係低少少嘅。所有有限公司嘅稅率都係高啲嘅，咁所以3唔啱咯。而答案咧就係 A 啦，1同2。咁考試嘅第二種形式咧就係話俾一啲公司嘅特徵你，叫你判斷咧佢係屬於邊一個擁有權類別。咁我哋喺資料揾到咧，乙廠商係需要公眾披露財務資料，咁我哋判斷咧，乙廠商咧應該係一間公眾有限公司咯。咁至於甲廠商就比較麻煩啲啦。咁我哋知道佢唔係獨資咯，因為3個老闆啊嘛，唔可以公眾發行股票，咁即係唔係公眾有限公司咯。唔需要披露財務資料，都唔係公眾有限公司啦。咁但係其實都有2個可能性嘅，就係話私人有限公司同合夥咧，其實都符合呢3個條件嘅。咁唔緊要啦，我哋都睇睇以下嘅選項啦。咁 A， 公眾有限公司籌集嘅資金會一定比甲廠商多，咁其實呢個係唔啱嘅，因為我哋正確嘅答案應該係資金嘅來源，因為佢可以公開發行股票集資，但係唔代表資金一定多，因為我舉咗個例子啦。如果係李嘉誠做老闆嘅話咧，無論獨資係合夥咧，分分鐘佢嘅資金咧都可以多過乙廠商嘅。咁然之後再睇 B， 其實都係唔啱嘅，因為講過啦，公眾有限公司嘅股份擁有權咧可以自由轉讓嘅，係唔需要其他股東主嘅同意。因為呢啲上市公司嘅股票其實每日都有買賣噶啦。好啦，選項 C 嘅關鍵字眼就係可能啊，可能多數係啱啊啦。點解啊？可能係，可能唔係，中晒噶嘛。咁個意思即係話，如果甲廠商係合夥嘅話咧，佢嘅稅率咧的確係低啲嘅，所以係正確嘅。好啦，而 D 錯嘅原因係因為佢話甲廠商不是獨立法人。
咁我講咗甲廠商可能係私人有限公司，咁有限公司已經係獨立法人啦，所以 D 嘅選項係錯嘅，所以最後答案係 C 啦。好，跟住睇下啲問答題啦，例如第一題，其實佢即係問合夥嘅優點咯，兩個原因。不過要注意翻呢，通常考試要做一啲比較啊，其實佢係問合夥有咩原因或者優點呢，係好過獨資嘅，咁你可以睇翻筆記啦。咁第二題都係啦，其實你都係要做一啲比較嘅，私人有限公司有啲乜嘢好過或者差過公眾有限公司嘅。咁所以答嘅時候你都要組織下啦，係相對嘅。私人有限公司相對公眾有限公司嘅優點就係話可以控制住個擁有權啦，冇咁容易俾人收購啦。好啦，缺點當然啦，公眾有限公司係可以上市集資嘅，公開發行股票，私人有限公司唔得嘅，所以資金來源比較少啲。咁第三個簡單啲啦，可以公開發行股票嘅擁有權名稱，公眾有限公司咯。咁最後一題都要做比較嘅，由私人有限公司轉成上市，即係公眾有限公司，有咩優點啊？好啦，上市公司優點啦，可以公開發行股票啦。好啦，上市有限公司嘅缺點啦，有被收購嘅風險啦。咁詳細方面呢，你可以睇翻我嘅筆記嘅。